横店咣的一下发布了一个消息，说要跟韩国那边的公司合作拍戏。哎，你说你是不是没眼色啊？这不等于往枪口上撞吗？今天啊，咱们就聊聊这事儿。话说横店影视城，不夸张的说啊，这地方呢就是咱们中国的好莱坞，什么勤工汉店啦、明清街景啊，那都是应有尽有啊。每年上百个剧组啊在这里安营扎寨，拍出了多少咱们耳熟能详的电视剧。这不，韩国一家公司就看上了横店这块宝地，他们呀跟横店影视城签了个协议，说的那叫一个天花乱坠啊。他们说我们要搞个大项目，要把韩国的剧组啦、韩国的导演啦、韩国的演员都引进来，在横店拍韩剧。不仅如此啊，他们还要在横店成立一个艺人培训中心，培养未来的大明星。你听听，这计划听起来是不是挺美的？强强联合，互利共赢，把横店打造成东方好莱坞。这饼呢是画的又大又圆。横店这边一听，觉得也行啊，开放合作嘛。咱们现在呢是大国心态，欢迎国际友人来交流。于是呢，大笔一挥，协议签了。于是乎，成千上万的网友啊，就直接向横店的主管部门打电话、写邮件，进行实名反馈投诉。那阵仗相当大呀，就有一个诉求：停掉合作，不能再给他们偷我们文化的机会了。结果呢，横店的回应来了啊！哎呦喂，那叫一个官方啊，那叫一个傲慢啊！我给大家念念啊，他大概的意思是这么说的：说这个国际影视文化交流啊，是促进文明互鉴、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。那影视作品呢，是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认知和认同的重要载体。还说啊，这个合作备忘录啊，早在今年的7月份就签了，早就计划好了，目前没有取消的打算。就这回复啊，彻底把网友给激怒了呀！本来呢，还有人觉得这个横店可能是不知情，这下好了，实锤了，这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！这一下，横店的微博评论区啊，彻底沦陷了。那底下骂的那叫一个精彩啊！什么引狼入室啦，数典忘祖啦，为了钱连民族大义都不要了，满屏就一个字儿，那就是那个偷字儿，刷的那叫一个整齐划一啊！哎，你想想看啊，那是咱们老祖宗汉朝、唐朝时候的建筑风格，雄浑大气，万国来朝的气派。结果呢，他们在咱们这纯正的中国故宫殿里拍戏，这镜头里的演员呢，却穿着一身韩国的古代服饰，就是那种你经常在那个韩剧里面看到的韩服啊。哎，我问问大家，这是什么操作啊？那打个比方，这就好比啊，你邻居老王给你家借了你家的那套红木家具，说要拍个照片，结果呢，他把这个家具搬到他家，挂上他们的全家福，然后到处跟别人说：“你们看哦，这是我们老王家祖传的家具，漂亮吧？”你说你气不气啊？这不是明摆着偷梁换柱、指鹿为马吗？这事的性质可就严重了啊！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拍个电视剧了，这就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文化盗窃的行为。他们利用咱们的场地，拍着他们的故事，穿着他们的衣服，到时候这个电视剧在全球播出，那些不了解这个历史的外国观众一看，哇，原来古代韩国的宫殿这么雄伟壮观呀！久而久之，潜移默化之下啊，咱们的汉唐宫殿就成了他们历史悠久的背景板。到时候他们再说中国的宫殿建筑风格起源于韩国，你都没地方说理去啊！因为人家的这个影像资料都满世界传播了。所以呢，横店这次必须叫停，这已经触及到我们的文化底线了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些朋友会说，哎呀，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？人家不就是租个场地拍个戏嘛，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？那你要是这么想，那就太天真了。这个事儿背后啊，藏着韩国人一盘下的老大的棋了。咱们回过头来看看那家韩国公司，他们可不是临时起意啊，他们的野心大着呢。他们对外公开宣称的目标是什么？是为韩国演员和创作者获得中国市场制度性认可奠定根基。听听这个词儿。制度性认可，说白了啊，他们就是想把横店呢变成他们的一个后花园，一个东洋好莱坞。他们想用咱们现成的世界顶级的仿古建筑群，拍出所谓的韩剧，然后呢，通过咱们巨大的市场渠道去发行，把这个韩流啊重新包装一下，再推向全世界。这算盘打的噼里啪啦响啊！而且呢，这几年他们一直都在玩一种文化掏空的骚操作，具体怎么玩呢？
第一步啊，他们悄悄地收购了大量咱们中国的网络小说 IP， 就是咱们平时在这个手机上追的那些玄幻、仙侠、宫斗小说，很多特别火的 IP， 版权呢都被他们给买走了。这第二步呢，他们把这些本应该属于我们自己文化背景的故事呢，改编成他们的剧本。离谱的是，这帮人不仅偷，还厚颜无耻地说剧里的中国仙侠元素通通原创自韩国传统文化，真是洪氏姐妹哭灵堂，哄堂大笑。最近我发现啊，这件事儿居然一直有后续，他们从仙侠一路偷到了武侠，属实是王八偷西瓜，西霸。之前我说维基百科的武侠词条里，第一句话就写着 Wuxia, which literally means martial heroes, is a genre of Chinese fiction concerning the adventures of martial artists in ancient China. 没想到韩国人干脆换了个思路，他们搞了个词条叫武林，听着是不是有点熟悉？其实就是武林的韩语发音，然后大肆传播，说这是韩国的。别闹了，韩国只有霸凌，哪来的武林？他们在 Reddit 上造谣式科普，说这是韩国独有的词儿，指韩国武侠，以韩国武侠世界为主，还举例说类似于韩版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，偷两家就不算偷窃，把中国风模糊成东洋风，把江湖翻译成扛后，把中原翻译成秋文，最后就全变成韩国的了。还有这第三步啊，他们跑到中国啊来取景拍摄，用咱们的山川河流，用咱们的宫殿楼阁。最后一步呢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他们把这些剧啊包装成纯正韩剧，在全球的流媒体平台，比如奈飞上播放。你看这个链条，故事的核是我们的，拍摄的场景是我们的，最后出来的成果贴上了 Made in Korea 的标签，变成了他们的文化输出。那咱们呢？咱们就得了个场租费，这不就是现代版的买椟还珠吗？咱们辛辛苦苦造出来的漂亮盒子，让人家拿去装他们的珠子，还卖了个好价钱。这种事儿啊，已经都不是第一次了啊！早些年，像这个韩剧《齐皇后》，还有前段时间的《魅惑》，都曾经来咱们中国取景，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是规模小，或者说是咱们没有那么警惕啊。但是这一次呢，他们是明目张胆的想把横店基地化，这就好比想在咱们的文化阵地上建立一个他们的前沿哨所，这还能忍吗？咱们中国在文化产权这个事上啊，吃的亏太多了。那远的不说，就说咱们的这个端午节被人家拿去申遗了呀，咱们的传统服饰汉服天天被他们说成是韩服，孔子、李时珍啊都快被他们说成是韩国人了，就连咱们的泡菜他们都要争一争。一次又一次的教训告诉我们啊，这文化符号的争夺从来都不是小孩子过家家，它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话语权和身份认同。那这种东西啊，一旦你松懈了，你不管了，人家就会一步步的蚕食你，等到有一天全世界都认同了他们的说法，我们再想辩解，那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横店是什么呀？它不仅仅是一个给剧组拍戏的影视基地，它复刻的每一座宫殿，每一条街道，承载的都是咱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。我们允许别人来拍戏啊，这是我们的开放和文化自信，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能放任别人滥用、篡改和盗用。文化要是被偷走了、被篡改了，那可就是再也追不回来了。那是一个民族的根儿啊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。我们欢迎朋友，但是我们不欢迎强盗。我们支持文化交流，但我们坚决反对文化侵蚀。我们不能等到有一天，在这个国际的荧幕上看着我们自己的秦宫汉殿，听着我们自己的历史故事，却被打上了别国的标签，成为别国的文化遗产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才捶胸顿足，后悔今天为什么没有站出来大声的说一个不字儿。文化战争啊，没有硝烟，但是它就在我们身边。我们今天守住的每一寸文化阵地啊，都可能为我们的子孙后代避免一个永久的遗憾。横店呢，作为一个这么大的文化产业基地，本应该有这个文化自觉和担当，但是这一次回应来看啊，确实让人挺失望的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。这个事儿啊，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。大家有什么想法呢？欢迎在这个评论区聊聊哦。我是小懒，我们下期再见。